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雪安。今天这个 vlog 呢，因为我去做车子的保养，然后我想说就趁这个空档大半天，就去车厂的附近，大概开车半小时20分钟的地方，叫表妹。它是在悉尼靠海的一个区，很安静，不是有那么多观光客。我自己是没有去过，但是那边拍照啊什么的，听说是蛮漂亮，那边有一些很好吃的餐厅。所以今天这集 vlog 呢，就是带大家去表妹，走吧。不要忘了订阅、留言以及按赞哦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保养车子的人有可颂吃。Hello. Hi, can I get an ice matcha? Ice latte? Yeah. And the chocolate milk custard? Yeah. 听说这家非常厉害，这间其实蛮有名的，主打就是法式可颂和甜点。因为刚才那家店座位很少，所以我就 take away 的这个ice matcha， 我觉得很好喝，真的就是比蓝莓抹茶好喝太多了，这个真的很好喝。我已经喝了一半，我还买了巧克力可颂，就上面的奶油已经压扁了。这不是他家最好吃的口味，但是我去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了，跟他一个圣诞节限定的樱桃。超级好吃，它这个可颂很酥，上面还有这个巧克力的脆片，然后就是硬硬的、脆脆的，这样子咬下去的口感就是很多层次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而且它巧克力不甜。就是他家停车位的话，在那个大马路上，我觉得如果你周末来的话，可能会很难停车。但是它旁边那些小巷，就是都有很多停车位可以停，它还有付费的停车位，所以如果你是平日来的话，就是不用太担心。就这家店，我觉得我还会再来。吃饱了就要散散步，这里是 Ballast Point Park。以前是石油公司的旧址，现在变成了超酷的公园。这里保留了很多之前留下来的铁件，现在都变成装置艺术，有一种被设计过的废墟感，我很喜欢。眼前这排建筑就是著名的 Waterview Wharf Workshops， 但我更喜欢叫他们彩虹小屋。这里就是欣赏他们的最佳视角。这些建筑物以前是修船厂，现在则变成了一些创意工作室。坐在这边休息，然后看海，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那些彩色小房。说是彩色，其实就只有5个颜色。这些墙叫做石龙墙。工厂拆除时，设计师把原本的建筑敲碎，重新装进铁丝笼里，所以墙里的石头其实都是这里过去的痕迹。走下楼梯就能清楚看到彩虹小屋沿着海岸线排开，远处还有壮观的海港大桥作为背景。这里真的很适合拍照。继续沿着海岸线慢慢走，可以一路走到待会要去的餐厅，绕一圈过去，还会经过海上图书馆，但真的有点远，所以我后来还是决定开车过去。这只边牧真的又菜又爱玩，他们把球丢到海里，但它又不敢下水，一直在那边踩水，超好笑。走了这么多路，肚子又饿了。今天的午餐选蛋的 Fenwick， 它就在水边，外观看起来有点像老仓库，但被改造成很有设计感的餐厅。在这里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对岸的城市天际线，还有船慢慢经过。
刚才从那家餐厅吃完，现在要回去。然后那家餐厅呢，食物老实说就不难吃，但就是非常普通。我觉得如果你是特地为了它的食物来的话，可能要再三思。可如果你是为了它的景来的话呢，那就非常值得。如果你坐到它2楼的话，我想那个海景真的是会非常漂亮。他家食物就是偏贵的，就一杯Mocktail我点了好像14块，我说这么小一杯，就几口而已，几口就没了。它的 pasta 可以吃出来真材实料，但是你说它好吃吗？我也觉得没有到好吃，就是普普通通。毕竟40几块，它就算偏贵的。我觉得一个人来吃就是有点划不来，它主要就是那个景。如果是那种情侣啊、朋友啊，反正就是一个人以上来的话，就为了那个氛围，我觉得还值得。一个人来就有一点，像跟空气吃饭一样。在等待车的最后一点时间，我到了 Thames Street Library。这可能是我在悉尼最喜欢的隐藏景点之一，也是今天的重头戏。这栋小小的图书馆里的书，一开始是由一位退休的老奶奶捐赠的，让路过的人可以自由拿取、交换。后来，越来越多居民加入捐书的行列，书架一点一点被填满，这个空间也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温暖的社区小图书馆。这里非常安静，只有翻书的声音和海浪声，空气中闻得到书本和海风的味道。里面的空间不大，有那种老房子的挑高天花板和木头地板，像是走进了一个爱书人的家。晒太阳的鸽子，因为还有点时间，所以我就打算坐在这边看书。在这么喧闹的城市里，能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躲进去，是生活里很重要的小确幸。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安静待一天，Balmain绝对是首选。如果你想看更多森尼日常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我是雪莉安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